嘿，大家伙早喽！4月26号，星期三，看啊，又下雨了，但是不大啊，非常小，只是下的时间长，从昨天断断续续一直下了一夜，现在小雨点吧。一般下雨我就带这么一个宜家这种密封袋，放相机。今天恢复晨跑，不能说恢复训练吧，就是恢复晨跑，用4月最后这几天恢复一下，调整一下，休息一下，不那么疲劳。最近因为波士顿这一系列的视频，咱们频道又多了很多新的小伙伴。先澄清一点啊，跟大家伙介绍，我一般管我媳妇儿叫家属，所以我说家属一般就指她，然后说父母会单独说父母。所以上一期说家属支持，不是管家里要钱跑马拉松啊，都是自己挣的，就是家人比较包容，觉得愿意我把钱花在这个地方，不管是家属还是父母，还是家属的父母，都一样。这事儿一开始玩马拉松都是有挑战的，你总会面临一些小小的带引号的困境。你们看赛道上30公里，我说初次见面的那个女孩在那边上学，怎么认识的呢？为什么是我妈妈同学的朋友的孩子呢？就是在那边一个人上学，开始跑步，家里人不放心，然后才认识的，沟通一下。家里人不放心是正常。今天就随意跑，我也没控制速度，就高兴就行。而且今天因为下雨，把比赛这双鞋穿上了，因为比赛这双鞋回来还没刷呢，就是雨水干了，但是那儿的雨不是太脏，没有泥也还行。然后今天万一再湿了，回去就直接刷了，所以穿的都是旧的。这背心儿去年穿过，像 Asics 这种背心是少有的，就是公开卖的精英款。但是它这背心有点短，你看，但是再大一号就大了。就是精英款的衣服，其实像我这个体重穿都很勉强，因为不仅仅是体重的问题，还有身材的问题。就我父母都不是那种就是干瘦那种身材，就不管多瘦他都是有，就这个体型是这样。所以其实有时候我看我视频，比方说我都这么轻了，但是其实还是显得挺圆润的，除了脸以外。这个就我昨天说的，好些时候运动上这事儿就是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所以所有的项目都要选材嘛，对吧？不止我们选材，所有都选材，只不过方式不一样。有的是私人教练选材，有的是国家选材，有的是团队选材，有的是自己发现了自己天赋异禀，是不是？今天说个正经话题，正好刚经历过，就是比赛中你抽筋了怎么办？一会儿换个视角咱聊啊。看这个已经入夏了，这茂密的树，时差还是没倒过来。今天早晨都不能说是早晨，12点就睡不着了，就起了。昨天晚上8点睡的，本来还是诚心坚持了一会儿，就想晚点睡，能多睡一点，等于昨天就睡了4个小时，前天睡了3个小时，大前天睡了1个小时，太可怕了。这也就是年纪大了觉少，而且我本身从小觉就少，精神头还行。其实比赛中抽筋儿分几种情况。首先，如果您是小腿抽筋儿，那其实没办法，说明是练得不够。真的，这个话可能有点直接啊。除非你身体出了状况，如果你是每一场比赛都是小腿抽筋儿，就说明练得不够，还需要多跑。这个练得不够，一方面是
你还没有找到那个发力的感觉。这发力感觉真的没法教，只能靠积累，而且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自己都是在不断的奔跑中寻找跟自己身体的结构最合理的那么一个状态。慢慢你会觉得小腿其实就是主要起支撑和过渡，这样小腿就不会抽筋儿。像那天跑那么崩，我小腿也没事儿，完全没事儿。但是家属那5公里就不行，家属5公里跑完，第2天就说小腿前侧的肌肉特别疼。相信初跑者都是这样的，对吧？如果您是像我那天一样大腿后侧抽筋儿，这个基本上都已经是正常比赛不会抽筋儿的小伙伴们了，就会是一些意外情况。当然也不一定啊，就是刚开始过渡到这种不抽筋儿的状态的时候，还是有这么一段时间。但是因为我跑比赛跑的少，等于我体会的也少。但是怎么说呢？如果你比赛中跑到35公里以后，你有那种肌肉可能要，就是它收缩以后没有再伸开的那感觉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调整了。这就是我说那天我为什么抽筋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调整。为什么没调整呢？是因为没有感觉到，因为冰凉了已经。这感觉其实也是练出来的，你跑多了大概就自己就能评估。一旦开始这样的话，其实努力调整是可以做到几乎不掉速的，或者就掉一点儿。就是首先你比方说某一条腿出现了这种状态，那就可以略微的控制这条腿少发一点力，你试一试。一般这样持续200-300米就会有好转，之后你就可以再慢慢恢复到之前的90%甚至95%。因为这种情况出现，就是最后那3-5公里不会差太多，你1公里差10秒，也就是30秒。但是谁都希望不差嘛，对吧？我唯一没差的就是北京副中心和东京那个差不能是差，是诚心的，其他都会掉那么10秒左右，最后的3-5公里，这人之常情。但是前提是这种掉不是跑崩的那种掉。这就怎么说呢？就是平常多跑一跑，有点强度的长距离，让自己感受到这种临界感，然后试着去调整，因为这也是训练的一部分，痛苦也是训练的一部分。这个大家经历过的应该都能感受得到我说这个意思。就像那天我抽筋以后，因为已经抽筋了，像小腿抽筋其实说白了啊，你不停下来也有办法，就慢慢来。大腿后侧那一抽筋，甚至是整个的后侧加上2侧的那种就大抽筋，你是一步都走不了的，就是你想慢慢往前走都做不到，你必须要处理它。就是做那种拉伸大腿后侧的动作，就是一条腿屈腿，就好的那条腿屈腿，另外一条腿脚跟着地在身体的前方，然后2个手去够脚跟。当然这种拉伸一定要小心，你别另外一条腿因为拉伸抽筋了，那就尴尬了，是不是？撑开以后就用我那天说的办法，就是我已经知道了哦，现在要抽筋了，那我就调整，所以最后也就调整过来了。你们看最后那1公里大概4分多的配速，对吧？其实还能快，但是不敢了，因为一般的大多数摄影师都集中在最后那1-2公里，不想太狼狈，就是没有万全的把握。但是如果要冲成绩的话，就要再加起速度来。所以简单总结就是，小腿抽筋的小伙伴们就多去跑一跑，甚至不限距离、不限强度，就增加跑量积累。我老说一个数，就是
300公里1个月，你这样跑10个月，保证你的小腿不抽筋了。大腿抽筋如果总发生，那可以试试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同时呢增加一些耐力速度，就是有强度的速度，就有强度的距离。抱歉，多刺激它，因为其实像马拉松训练，马拉松的运动主要是大腿后侧和臀部的肌肉在贡献绝大部分的功。你要让它适应，像臀部基本上是不会抽筋的，除非你有伤，臀部肌肉几乎不会抽筋。髋关节这个呢，这怎么说呢？那天伦敦马拉松女子冠军那个，她那个不是意外，她是有伤，这另当别论。所以我才说，就是比赛中啊，千万不要去刻意做一些动作，比方说你越想后撩腿什么的这种，你相信我，你要30多公里还想撑起后撩腿，你只要来一下，你保证抽筋儿。那个时候那个肌肉状态就是它必须在一个安全范围内收缩和伸张，你一旦超过你的安全范围，它就回不去了，就抽筋儿了。我经历过很多小腿抽筋儿，就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比赛，我的前3场北马和第1场芝加哥都是在小腿抽筋儿的情况下完赛的。这真没办法，当时我也知道，就是肌肉的耐力不足，因为我不认为跑步是一个肌肉力量的事儿，当然会有一部分，但是它不是一个力量驱动的，它还是一个肌肉的耐力，还有我一开始说的你发力的这个感觉。就像我的跑姿其实是不好的，就不舒展的。昨天还聊这事儿跟家属，但是真没办法，就在这个范围内，我找到了适应我的方法，我也在调整。但是这个调整一定是建立在你已经在这个方法上已经很熟练了，或者说很强了，你再调整。你不能上来说1公里都跑不到就开始模仿跑姿，这个你也模仿不来。那天抽筋以后停了大概3分钟，在抽筋之前的预估的完赛时间是好像是2小时47，我一开始按照2小时44的完赛时间跑的，但是后来那个坡实在是不行了，这回头做那个比赛总结，就昨天我说这一系列节目的时候再跟大家聊。等于一次抽筋儿停的那几分钟，再加上后边的减速，大概就会影响8分钟左右。大家可以这样算，一般精英选手，也业余精英啊，6到10分钟，也如果你抽筋了的话，一般都能跑起来，不会就一直走了。而且你们看赛道边上一直走的人，几乎都不是抽筋的，或者都是小腿轻微抽筋的。大腿抽筋的，他如果缓解不了，他走不了，你真的一步都走不了。大家不要抱有那种幻想，就是说我一直抽筋，严重抽筋，我还能完赛。所以那天抽筋以后，我挺慌的。但是你拉开了以后呢，大腿不像小腿，大腿拉开以后，你只要控制，不容易再抽筋了就，所以还能跑起来。所以一般马拉松比赛跑不下来的都是体力问题，只需要解决体力问题。然后你发现有一天，首先是5公里，你能找到全程冲刺的感觉了，特别美妙。有一天10公里能找到全程冲刺的感觉了，甭管多快啊，也特别美妙。有一天半程马拉松有这个感觉了，哇，你觉得你是马拉松运动员了。最后某一场全程马拉松的42公里，你到最后还能冲刺的时候，那感觉是我觉得一生中难得的体验。因为几乎如果不跑马拉松，普通人是不会有这种体验的。而运动里边可能也只有马拉松行。你说不是贬低其他的运动或者说马拉松好，
就是马拉松是让人能够找到相对极致的体验，当然付出的也要更多，乐趣更少，对吧？那打球啊，对抗性的肯定是有乐趣的，马拉松是很艰苦的，但是马拉松是战胜自己、挑战赛道这么一个过程，还是挺不一样的。就像赛后回过身看看刚跑过来的这条赛道，对吧？感慨万千。所以大家加油干，抽筋儿不可怕，练一练，多跑一跑就不抽筋儿了。最近都是比赛季，而且抽筋儿其实和电解质，有的人可能关系大，但是对我来说关系不大。那天也吃了挺多，而且那天的天气其实不怎么出汗的，但是还是建议大家补，一场比赛补3到4个，如果是这种天气，热一点的话就是5到6个，不用担心，不用怕多。对一般人来说不需要那么定量。关于补给的，咱们也再说。你们看伦敦夺冠那小女孩，不是也带了那个实时血糖的那个？回头再聊，行吧？加油干，加油干！估计相机快没电了。哎，4月26号星期三清晨6点20，训练结束啊，跑了11公里多一点，11.4， 50分钟，平均功率230，平均配速4分23，平均心率152，平均步频199。这两天又换回用 Stride 官方的苹果手表的软件来跑，因为 WOD 它还是没有解决新一版 Stride 的问题，而且新一版的 Stride 在距离校准上是非常的优秀的，我认为，所以就还是用回这个跑2天。作者也发了邮件，还在努力中，然后等它更新吧，是吧？而且这次去跑波士顿，发现在美国 Stride 还是很普遍的，但是大家大多数都是还是用1代的，因为都是老用户了。尤其是因为波士顿马拉松天生的，虽然它有捐赠名额，但是大多数水平都还可以，在这些所谓的严肃一些的跑者里还是比较的流行，大家真的可以试试。行，雨又下大了，这刚停表雨就下大了。已经有明显的下雨的感知了。今天跟大家聊聊抽筋儿的事儿。其实一场马拉松比赛之后啊，对人的损伤和消耗是非常大的。你看今天已经过去第9天了，像我的2个大腿的后侧的这2根筋，还有膝盖窝那儿的附着点，还是跑多了以后，就像今天跑10多公里，还有那天中央公园跑那10几公里，就会有不舒服。它其实就是损伤还没有完全好，然后你身体在修复它。这段时间大家尤其是比赛努力的比赛之后的2周到3周之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别冒进。一是别受伤，二是呢免疫力会下降，别生病，是吧？哎呀，不过有时候这个人还是很奇妙啊，就是你看我得过一次新冠，大家知道，那家属从头到尾一次都没得过。我其实不太认为，就是因为我俩都是第一批接种的疫苗，我真的不认为说能完全没有症状。就像这次到美国比赛之前是做了一些基本的防护，但是很基本，像你看我去逛那体育用品店还有博览会，我就都没做防护，家属也是。然后之后就一直没有防护，包括飞机上啊，人特多的地儿啊，各种聚会啊，那很奇怪这个事儿，所以有的时候也看运气。行吧，今天又是闲聊的一天，然后我决定做这一系列的视频，叫做我的6星之旅系列，然后一场一场的跟大家聊。至于要不要第2轮呢，我其实实话实说，跑下来这一趟花不少钱，到时候细说说跟大家分析吧，还是长远考虑一下。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在2024年或者2025年有第7星，就是第7场。如果那个有，肯定是要去的。行，那就这么着，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最近几周有比赛的小伙伴都能如愿的开心完赛。行，那咱回头再见。